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我们来看策划面对面里面的一些问答，这个是讲到2月的部分。那这里的标题就有说到统帅专属皮肤即将推出，新技能伤害阵型将至。这个部分呢，在之前我有讲过，可能我们会在3月的时候收到这些消息，因为他们3月会举办线下聚会，所以有很大可能正式的一些推出呢会在3月的时候公开。那可以看到在 DC 那边呢，已经有不少人发了一些小丑的符号啊，又或者是这个笑脸的符号在嘲笑他们。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他们又讲了什么东西。 KVK 数据只能看到王国整体，看不到分线后的数据，能不能看到更详细的数据呢？因为到现在还是有不少的管理层在困惑他们的匹配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根本不明白。尽管他们在之前有讲过他们的匹配逻辑是怎么样了，但是还是搞不清楚。可是他这边的答复呢，也只是叫我们去公告板那边点击王国信息工具，然后看一下王国的养成、王国战力、王国阵亡、王国科技、王国击杀或重伤、王国活跃等等这些数据而已。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数据呢，还是不够去详细的了解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匹配，要以怎样的方式去匹配，所以这边还是有一个灰色地带，还是搞不清楚。尽管他这边回答了，但是我相信之后还是会有一些玩家会去问他们同样的问题。游戏内工具地图下载工具很好，是否可以在基础上再增加一些作战规划的功能，这样会更加方便。很好的建议，他们计划在以下方向迭代公告板：游戏工具内的地图下载工具，现在有版本的基础上，为各位玩家提供线上绘制工具可以像在游戏这样子直接画出来了，会比较方便一点。调整目前地图展示形式，让各位玩家能够更准确的规划路线。这个我不知道有多少玩家有发现到，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更新来的，就是你们还是一样去点击布告板，出现这个按钮之后点击，它就会跳出一个视窗。出现这个视窗之后，原本只有3个可以点击，但是现在多了一个地图下载，你们可以点击开始使用，然后选择你们想要去编辑的地图。就比方说你现在是报名不列颠之王，下载了之后你可以开启这个图片，它这边会很详细的写出所有东西的位置在哪里，就包括联盟的资源点在哪里都会有显示出来。但是它这个地图是旧版的，我不知道新版的有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用旧版的地图。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游戏设置是使用旧版的地图，所以它这边显示出来的地图也是旧版的。但是其实这个已经算是挺方便了啦。但是像玩家有要求说如果你们可以增加一些绘制工具的话，其实会更加方便。那官方他们这边也是同意了，所以之后会有更加多的便携来方便管理层他们去制作。具体什么时候推出类似邪行阵的技能伤害阵型，因为现在邪行阵其实是落后了连击伤害跟重击伤害的，所以才会有玩家问这个问题。他们计划在2026年3月左右推出新的技能伤害争议阵型，各位玩家可以在游戏中看到新阵型的预告。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平滑的度过到新阵型，他们会在新阵型更新时同步推出邪行阵心愿单次数置换活动。在该活动中，玩家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将邪行阵的心愿单次数置换为新阵型心愿单次数，就是你可以把旧的移至过去这样子。那这边也是跟我刚刚所提到的差不多，就是他们3月会举办线下聚会啊，所以他们才在那个时候顺便公开啊。不过他那个预告应该会提前给我们知道啦。下一个问题，希望可以为背包中行动点恢复道具以及宝石道具增加统计功能。现在有类似的资源以加速道具统计功能。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还可以有更加多的计算，就比方说你的军器啊、装备之类的全部都可以计算，会更加好。这边官方的回复，行动力药水增加总览功能确实能极大方便玩家日常规划，后续他们会讨论并设计相关功能。关
于宝石总览，考虑到宝石数量已经在主界面实时显示，他们暂时不会考虑去设计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游戏中右上角的时候已经有显示出来了，所以他是想要怎样，我们全部宝石都开启在我们的界面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多少宝石嘛。但是有一些玩家他们就是不想要开启自己的宝石啊，想把这些宝石放在书包里面，他只是想要知道有多少而已，所以这边最终出来的结果还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去计算了，所以才会看到有玩家放了一个小丑的符号。接下来下一个问题，这个在我们昨天看到的更新公告里面有提到了，就是登峰召集活动期间需要大量重复的去训练部队，操作会很累，能不能优化一下？所以在昨天的公告里面就有说到，在这个活动期间他们会增加一键训练加速使用的功能，所以玩家就不需要一直点击了之后又回去点击加速的界面，一个一个慢慢去点，这样子会比较方便一点。希望了解一下锦标赛后续优化方向。其实我们有给很多锦标赛的建议啊，但是官方他其实只是摘取了一部分，有一部分又没有去听，所以我不确定他们要怎样改。有很多玩家给了他们有价值的反馈和建议，所以他们调整目前组队规则，避免组队阶段结束就出现了银河舰队，使得比赛失去悬念。银河舰队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强的队伍吗？优化了局内策略体验和目标，增加比赛的博弈乐趣，让比赛节奏更加轻快和紧凑，就是让我们可以去下注你要投在哪一个部队这样子。目前具体方案正在设计中，确定后他们会通过策划面对面形式与玩家社区沟通，不过这个还是要等啦。但是我觉得多数玩家应该不太在乎这个东西吧，因为并不是每个玩家都可以参加到这个万国锦标赛的部分了。这个我在之前有跟他们讲过了，就是你可以分成不同的组别，有分成羽量级、轻量级、重量级这样子，其实会比较公平一点。就像奥西里斯联赛我们都有分成不同赛区啊，为什么万国锦标赛不能这样子举办呢？其实这样子举办的话，应该会有更加玩家去关注这件事情，或许他们可以把这个锦标赛推广给更加多的玩家，甚至可以做成比赛这样子，我觉得会更好了。但是他们好像并不是很在乎。K2 赛季开启跨赛季移民之后，本土玩家跟移民玩家的玩家差距还是太大了，希望可以限制一下。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移民已经是限制很多了，有很多老的玩家都不能移民过去 K2 或 K3 的王国了，但是他们这边还是要改，他们将在后续版本中调整 K2 K3 的跨赛季移民规则，又要再改其实我自己已经都有一点不太确定现在的移民规则究竟是怎么样，因为它一直连续的不断的改。我只是记得如果你的账号建立时间比较久的话，你就不能移民到新的王国。 K2 会有一个王国的时间限制， K3 也是会有。如果是征服赛季，就是说刚进入第一次征服赛季的王国的同赛季移民规则也是会做更改。对于进行上述移民操作的玩家，角色创建天数与目标王国历史天数之间的差距要求将被进一步的降低，就讲它那个时间可能越来越短。原本你可以一直重复移民去 KVK3 大概1年的时间，但它如果再缩短的话，可能只有8个月甚至更短，只有半年而已。所以这些对于那些真的想要发育的玩家来讲不是什么好事情啊，因为还是有比较多的玩家比较享受在 KVK2 KVK3 的那个打架方式，不需要花钱去购买水晶。我觉得这个部分见仁见智吧，因为有一些玩家他们真的是需要发育移民去 KVK2 KVK3， 但是有一些玩家是利用了这个机制，一直不断的回去新的伺服器 KVK2 KVK3 去欺负那些新的玩家。但是对于当地的玩家来讲，肯定是不太欢迎这些来欺负他们的玩家啦，尤其是如果你的敌人对面全部都是旧的账号，你肯定是不会接受的。接下来，现在新手缺乏引导与教学，游戏本身知识又过于复杂，纯新玩家踩坑多，官方会考虑多做新手攻略吗？那他们这边的答复是肯定的，但是我在之前就有讲过，其实除了新手玩家之外，其实他们也是需要一些回归玩家的引导。就比方说这个玩家他在这段时间里面离开了多久，在他离开的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更新了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些也是需要引导的，不是只有新玩家而已。因为我是觉得说那些真正会回来
玩这个游戏的玩家，其实他们才是官方更应该重视的一些玩家群体。最后一个问题，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玩家自制的统帅外观形象，官方是否考虑为统帅推出特殊的外观，或推出更加多的差异化的外观内容？他们计划在近期版本中尝试推出更多种类的外观内容，以满足各位玩家的多元化需求。第一点，统帅皮肤系统，各位玩家可以参与活动为心仪统帅首期统帅为巅峰贞德、巅峰 CPR， 解锁全新的皮肤外观以及皮肤配套的套装外观资源，包括行军特效、连战播报、战报分享等。但是它这些外观应该是不会提升到什么数值之类的吧，仅在拥有对应皮肤后才可以穿戴使用。联盟建筑外观系统，联盟成员可以通过捐献银彩贝为联盟提升指定联盟建筑外观套装的等级。联盟可以逐级解锁套装内联盟要塞建筑外观、联盟要塞建筑特效、联盟旗帜外观、联盟领土边界皮肤，还有这么多东西啊！这个他们应该会推出一些预览图之类的，让我们去查看。室内外观的使用权，为了不影响各位玩家战斗体验，保证战场环境的平衡，统帅皮肤包括套装外观资源以及联盟建筑外观将不会附加额外的数值属性加成，这个才是正确的。其实他给多一些统帅的皮肤呢，还是会有一些玩家想要去玩的。就比方说在之前不是有推出过一些城市的特效之类的嘛，其实也是有不少玩家去购买礼包为自己的城市装扮呢。所以官方不要每一次想着说会不会没有数值，所以玩家就不会去购买礼包，其实还是会有的。有些玩家他们只是单纯的想要装饰自己的账号、自己的城市，要办得比较漂亮一点而已。所以这一次的策划面对面内容大致上是这样子啊，也不能说这一次全部都是废话，因为也是有说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除了策划面对面之外，他们今天也是发布了更新的抢先看图片，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首先就是天赋的部分啊，在昨天的更新公告影片中也是有稍微提到了，就是原本只有受到技能伤害的一些天赋呢，增加变成有连击伤害跟重击伤害在内了。这个我在上一个影片有讲的比较详细啊，你们想要知道的话可以去看那个影片。另外一个就是战斗狂热啊，就是它可以给你看到你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停下来，什么时候出发，所以它这个方式呢还是一样会用累积的方式来计算。毕竟我在之前就有跟他们投诉过嘛，如果我休息8个小时，但是时间是比较分散的话，能不能算是我已经有去休息了？但是他们还是不肯，就是必须要你连续休息8个小时。但是它这边还是会有显示修整啊。另外一个就是调整功勋的计算方式，就是不允许玩家再用 TE 去刷到更加多的功勋。但是除了 TE 之外，其他的等级部队呢是没有做调整的。另外一个联盟悬赏功能，就是它那个获取的数目有提升了，变成1亿，然后流光币每一周的上限变成200。这一次的活动就如我所猜测的一样，就是7000宝石的活动啊，所以玩家可以准备一下你们的体力去完成这一次的活动了。那么更新内容大致上是这样子啊，还有策划面对面的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